中国培养的顶级人才，却告诉美国如何破坏中国的统一大业，坏的冒泡。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元创。在绝大多数中国人看来，中国最终统一是历史的必然，但是这并不等于中国没有民族败类。过去就常有国内的公知和1450网军在国内互联网上带节奏，前者搞意识形态斗争，方式比较隐晦，而后者虽然无孔不入，但是也很容易被识别，因为他们的技巧并不算高明。今天我们有必要关注国内高等学府所培养出来的顶级人才如何帮助美国破坏中国统一台湾的话题。赵通是毕业于清华大学的硕士，在中国绝对是高材生了，而后在美国的乔治亚理工学院进修。基于其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再加上常年从事战略安全和外交政策研究，现在是卡内基的中国问题高级研究员。最近他在美国的外交政策杂志发表文章，提出了4条措施来应对中国将要统一台湾的问题，被网友称为4条毒计。如果我们仔细分析，的确能看出来此人非常毒辣。作为一个中国人，却站在美国立场出卖祖国利益，能写出这种水平的策略，可要比大多数西方战略学者有水平。首先，他认为西方国家需要想方设法破坏中国民众和社会对统一台湾的高度一致的共识。基于中国几千年历史形成的大一统思想，统一台湾这个目标在中国大陆没有任何争议，从民间到政府再到军队都是一条心。然而他却告诉西方，要让中国人民认识到统一与自己没有关系，也就是企图分化中国政府与普通民众。第二，鼓吹武力统一代价过大论，也就是夸大统一所带来的负面冲击，特别要强调统一对中国的国家利益和人民福祉无关。这条措施西方可能已经在实施了，比如不断通过军演强调解放军将要付出巨大代价，宣传西方可以通过对华制裁破坏中国的经济发展。由于武统必定要付出一定代价的现实，自然就会有利益受损群体，而无限扩大这个利益受损群体，强调个人利益高于国家利益，想借此瓦解中国必须统一的共识。第3条，引诱中国学者就统一台湾是不是符合国际法进行辩论，也就是将中国完成统一的法理基础拿上辩论的桌面，而原本没有问题的问题就变成了一个存在瑕疵的问题。很多人注意到，秦刚外长最近访问了德国小镇波茨坦，就是强调维护2战后的国际秩序，这里面就包括台湾已经回归中国的现实。而1971年美日私自签订冲绳返还协定，本身就是对国际秩序的破坏，用美国的国内法代替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就成为了美国惯用的手段。在台湾问题上，他们也有可能采取这样的手法。美国现在干涉台海问题所依据的台湾关系法也是这个套路。所以中国学者一旦参与了关于台湾问题的辩论，我们就输了，必须小心。最后一条，美国采取一切手段在中国宣传美国不是中国的敌人，美国人对中国抱有善意的观点。当然美国媒体也是一直这么做的，但是几十年来美国政府所做的一切又让中国人感受到了满满的恶意。美国媒体信用破产的局面是无法挽回的。令人惊奇的还不是赵通如何教美国人对付中国，而是这样一位屁股和脑袋都坐在中国对立面的学者，还能在中国媒体散布言论。比如他曾在中国媒体上发文称，中国扩张核武库并不能给中国带来更多的安全和外交利益。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我们适当扩大核力量有多重要。可见中国当前面对的舆论战风险并不小，因为中国的个别败类帮着美国人出主意的水平还相当高。然而由于当前的中国是一个团结的中国，特别是在统一问题上空前团结的中国，美国的任何想要瓦解中国共识的行动只会适得其反，遭到国人唾骂的下场。
证明他给美国人出的点子是毫无用处的呻吟。但是对于这样的汉奸卖国贼，我们一定要给予严惩。好，今天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